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8月9日晚间20点41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说一下外围市场表现啊，昨天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一个冲高回落的走势，这样呢让它突破120日均线之后发生了回落，这样呢120均线就构成了一个当前行情当中的一个阻力位。我们看到啊，昨天行情伴随美股上涨，比特币和以太坊同时出现了一个冲高，但在美股快速回落的过程当中比特币在今天以太坊在今天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调。那我们前面说了120日均线对美股来说是一个牛熊分割线这条均线如果事实上发生了突破并且站稳之后，上方还有一定空间当前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的是一轮日线级别的反弹，如果站上120日均线的话它会走出一轮最终的对称性的周线级别反弹，就是周线级别下跌之后发生的周线级别的反弹，这样它的上涨空间还是有的。但目前为止，它在这个120均线附近来回震荡，证明很多获利筹码需要在这里面进行消化之后才能进行拉升动作。所以呢，美股和比特币发生同步现象之后，我们要时刻关注美股在日线收盘之后的它的一个动向。但是呢，美股在冲高回落的这个时间点，我们观察到了游戏战这只股票在除权之后它发生了一个快速上涨，日线级别上涨幅度达到 8.57%。 同时呢，在比特币市场上我们看到了GMT 和 APE 最近2个交易日表现非常亮眼，证明呢行情正在向我说的方向演化也就是说游戏板块和 NFT 板块正在这轮行情的比特币的震荡过程当中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机会。那回到比特币上我们看到在4小时级别线上，比特币的结构目前来看还没有完全跌破它的一个反弹结构，是有回落这个回落呢还没有打到这个支撑线上，这条支撑线非常重要是由波谷连线连接过来的。同时呢，波谷连线和波谷连线波峰连线构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的交点距离我们当前还很远，所以呢，我认为这轮反弹大概率还要继续下去，最终呢接近焦点或者到达焦点的时候才是发生变盘的一个时间点。同时呢，在短线上我们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22800这个位置上因为这个位置呢是波谷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形成的一个支撑。然后从周线和日线时间级别切换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观察到当前行情是第3轮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的8阶阴线位置处，8阶阴线出现低点17605超跌了75%超跌到75%，从69000美金到17605是75%，超跌之后我观察到日线级别事实上它出现了反弹，但这个反弹的时间级别一直以来我们认为它不构成日线级别，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一个突破的阳线，这个突破的阳线呢是能够出现唐僧阳线，唐僧阳线的目标位是在27500这个位置我一直反复在说但呢由于外围市场美股一直处在震荡，一直没有完成突破，所以呢比特币目前在支撑线附近苦支撑，但是行情有没有机会呢？我认为行情往上再走一段时间的机会再走一段的机会还是有的。为什么呢？第一轮的反弹就是见底17605，第一轮的反弹它是快速的，幅度呢是巨。反弹完成之后第一轮反弹完成之后，要对之前筹码空缺区也就是说3万美金到17605这个筹码空缺进行第一轮回补，回补完成之后然后再快速回落到2万美金附近在2万美金附近8、9、10月份建立平台之后，最终呢在10到12月份发生跌破，这是我对本轮行情的一个猜想。但是这个猜想呢是有依据的就是比特币的历史行情来看。那比特币当前行情我认为依然在这个波谷连线这个位置上，也就是22,500这个位置上
我认为是应该建立多头，同时呢，你可以把止损设置在$20,000附近啊，这样呢，你用最少的一个止损啊，换取最多的利润，因为行情目前多头方向还有一定的空间，还有机会啊，所以呢，耐心等待多头完成之后再布局空头，空头的一个点位呢，我认为是在$27,500到$30,000这个区间。这个区间呢，有着均线压力和前面波峰连线形成的一个压力。我们看前面5到6月震荡过程当中，波峰连线形成了在27,500这个位置上的压力。同时呢，我们看133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在这个$30,000附近构成了压力线所以呢，27,500到$30,000，这是一个反弹过程当中布局空单的一个很好的区间。但是呢，行情是变化的，那如果发生跌破的话，如果跌破$21,000那可以进场做一些空单在追空的这个方式上做一些空单，但当前行情处在一个震荡的一个位置上，所以呢，我们依然要坚定目前反弹趋势上的一个方向。在行情当中只有这几点趋势位置和你的仓位在当前这个点位下方有支撑的位置上我认为应该做的是什么呢？应该是布局小仓位的多头，等待它反弹结束之后然后再布局空头。我们在行情当中不是多空都做，但是呢，我们要把握的是目前行情大时间周期和小时间周期的一个方向，把握这个方向之后，才更容易在行情当中获利。然后以太坊昨天发生突破之后，今天继续回踩了一个收敛三角形的底边线这个底边线的位置大概在1665在这个位置附近，我们看到了这个收敛三角形呢，它是一个变形，我们要去掉底下这一块之后上方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窄收敛三角形。这个窄收敛三角形是非常容易发生突破的，特别是在以太坊强势的行情下这轮行情以太坊还是表现非常强势它首先强势于比特币做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到这个位置完成之后，它又多涨了一块回应了前面震荡行情过程当中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形成的前期的这个收敛三角。所以呢，当前行情在1665以上这个以太坊还是有机会的。我们给出的目标位和它的反弹周期是周线级别的反弹，目标位是$1,900到$2,100这个区间。同时呢，到达这个区间之后，我们要布局空单，因为我们看到了弧形顶部弧形顶部的出现呢，意味着在$1,900到$2,000之间到$2,100之间，它这个位置上是有压力存在的。所以呢，在这个位置布局空单呢是相对安全的。但是行情没有最终走出来周线级别的唐僧阳线之前，还是要耐心等待耐心等待多头的发育完成。外话就是中国在台湾军演这个军演的过程会影响到台湾的电力系统台湾最近在停电总是在停电，因为台湾50%以上的电力都是由天然气来发电的这种情况下呢，打仗这个因素就会影响到台湾发电系统、供电系统那台湾如果供电系统失灵的话整个这个系统失灵的话，那它作为这个芯片企业台积电它是占美国50%以上的这个芯片大企业将要面临停产。那芯片停产之后自然会影响到台湾股市和美国股市所以呢，在外围市场上在外围环境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我认为行情虽然有冲高的可能性但是我们担心的这一点一定要考虑进去。然后我们看一下强势币种 GMT我感觉它是跟随游戏驿站在启动。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到日线级别它出现了4次波峰等位置的波峰，等位置波峰出现之后，它就有继续上涨的空间。同时呢，这轮反弹GMT 已经做出了什么呢？已经做出了日线级别的反弹。所以呢，如果新高出现，它有机会做什么呢？周线级别的
反弹吸油啊，与之下跌的行情对称啊，与它的下跌行情对称，就是说下跌和反弹时间周期相互对称，但是幅度不同。这样的话，如果它能够发生周线级别的反弹的话，我认为目标位啊，在这个压力线这个位置上，大概是在$1.6啊，所以呢 ，GMT 在短周期上可以进行关注，同时呢，进场之后要设置止损。在行情当中呢，我们一定要做到一点，就是不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不伤害自己。然后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的这本 K 线西游战法已经出版发行，在淘宝、拼多多、抖音上都可以进行购买。希望大家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话，可以在这几个平台上购买。同时呢，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VIP 群或者 Telegram 群。感谢大家，再见。